第46章1+1大于2。穿过客厅的过程中，克莱恩的灵感有所触动，只觉一道道无形的目光不知从哪里投来，扫过了自己。他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进入前方起居室，审视了下环境，找了个离主位不远但也不近的位置。而他通过房门的那个刹那，所有的注视都消失了，不见了。如果不是怨魂有3重封印隔绝，刚才多半已经被察觉。X 先生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大胆和疯狂啊！克莱恩坐了下去，扯了扯兜帽，让脸庞在阴影里藏得更深。过了10来分钟，聚会成员们差不多到齐后，戴着黄铜面具的 X 先生没有任何动静的来到了门口，一步步入内，走向主座。他身穿黑色古典长袍，戴着尖顶的魔法师帽，行走之间气势内敛，却又让在场所有人不自觉低下了脑袋。转过身体，缓慢坐下后，X 先生环顾一圈，低沉开口道：“开始吧，距离在4米之内。”克莱恩没急于动手，收回目光，耐心的看着几位聚会成员用运气异常者的信息换取金棒，听着 X 先生偶尔回应几句。时间1分1秒流逝，聚会的重心开始从 X 先生的悬赏转向彼此间的交易。克莱恩不再犹豫，用左手拇指掐了食指第一个关节2下，开启了灵体之线视觉。一条条虚幻的黑色细线当即浮现于他的眼前，它们从不同的人身上钻出，蔓延向无穷远处。略作分辨，克莱恩隐蔽地操纵起了 X 先生的灵体之线。在他的计划里，任务难点主要有2个，其中一个就是前置序列有占星人这个职业的 X 先生和也许隐藏于暗处的极光会圣者，在自己开始操纵对应灵体之线时，可能会出现危险预感，敏锐察觉到异常。对于 X 先生的灵性直觉，克莱恩还算笃定，因为沙伦小姐当初以怨魂姿态存在时，也未能提前发现密偶大师罗萨哥对本身灵体之线的操纵。可一位半神半人的圣者，一位已经获得神性的高序列强者，具备什么特异都不会让克莱恩惊讶。他的灵感因别人灵体之线的变化有所触动，同样不让人意外。别的密偶大师在这一点上大概率毫无办法，但克莱恩不同，他还有愚者这个身份，还有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力量可以借用，能提前依靠纸人天使的干扰，排除掉隐患。聚会没有一点异常的往下进行着，10几秒的时间转瞬即逝，克莱恩距离初步控制住 X 先生只剩最后3秒，而这位极光会的神使毫无察觉，正目光深沉地打量着一笔交易的达成，不知在想些什么。关键时刻，克莱恩主动停止了，他勉强维持着进度，抽出一只手，揣入戴兜帽长袍的暗袋内，触碰到了用灵性之墙封锁着的铁质卷烟盒。克莱恩旋即动了下指头，轻轻一戳，解除掉灵性之墙，让它于衣兜内化作微风缭绕。他缩回手掌，又等待了好几秒，直至 X 先生的目光望向另外一侧，才继续往下操纵灵体之线。2秒、1秒、0秒。X 先生的思绪一下滞涩，仿佛被人灌入了刚搅拌开的水泥。有敌人，危险。他缓慢的念头转动，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准备向手下，向暗中盯着的那位示警求救，并做出有效反抗。就在这时，一团阴冷钻入了他的身体，让他的手脚、嘴巴不再属于自己。血之上将塞尼奥尔，怨魂附身。密偶大师对灵体之线的操纵存在着不少缺陷，其中问题最大的是，一旦进入初步控制状态，目标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有能力采取各种应对办法。如果是单对单，周围没别的人，克莱恩自然可以利用对方越来越高的延迟状态，较为有效的干扰和打断反抗。可目标若是还有别的帮手，密偶大师的操作就很难再瞒过他人，必须有环境或同伴帮忙，才能隐蔽的、不露痕迹的进行下去。而这一点上，能附身目标，强行控制对方行为的怨魂，简直就是密偶大师的最佳助手。刚才克莱恩之所以不直接进入初步控制状态，就是为了抽空放出怨魂。通过了入门检查那关后，聚会所在的起居室内，警戒程度肯定是相对较低的。X 先生眼睛略有睁大，思绪逐渐迟缓，本想呼喊出的话语，被自己的喉咙牢牢锁住，被自己的嘴巴死死封住，彻底消弭于无形。而他打算直接抬起的双手也放慢了速度，伸向了旁边的古瓷茶杯。这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全是他体内占据满每一个角落的阴冷气息做的。怨魂，密偶大师，不行，
这样下去会无声无息死去。X 先生当即控制本身灵性，于脑海内勾勒出复杂符号和标识。他要于深州开一扇旅行家之门，也就是传送之门，以此直接脱离密友大师的操纵范围。和这方面的问题比起来，怨魂附身相对没那么危险。可那种迟缓滞涩的思绪里，虚幻符号和标识的呈现并非一气呵成，而是一笔一画，一停一顿，不够快速。抓住这个机会，附身于 X 先生的怨魂塞尼奥尔在密友大师克莱恩的操纵下，简单活动了下 X 先生的脑袋，主动改变了坐姿。这样的行为一下就让旅行家之门的暗中成型被打断。糟糕，我的反应太慢，会被怨魂干扰。用神奇物品。X 先生的眼眸隐约有点充血，而他周围的手下毫无察觉，就连暗中注视着这边的那位也未发现异常。至于交流和交易中的聚会成员，更是因为他的坐姿改变，柔和了语气，放低了音量。这一刻，虽然起居室内坐满了人，虽然到处都是非凡者，都是自己的帮手，但 X 先生却感觉到了一种极致的孤单和无助。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在向自己下手，究竟坐在哪里。念头一个个走过间， X 先生重新控制住灵性，让他们往自己左手食指戴着的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延伸而出。可是他从思考到决定，从决定到行动的过程都太过长久，就像在表演什么叫内心戏慢动作。这给了怨魂塞尼奥尔足够的时间，他抬起 X 先生的左掌，屈起手指，状似思考般敲了敲自己没被黄铜面具遮住的侧额。很微弱的嘟嘟声音里，敲击的力量其实不小，只不过塞尼奥尔在克莱恩操纵下控制得很好，让绝大部分力度透入了 X 先生的脑袋，没有外散，以此掩盖住了动静。X 先生蔓延灵性的想法忽然被干扰，短暂竟找不回思绪。等他恢复过来，密友大师的操纵已更进了一步，这让他念头凌乱迟缓，就连思考和做决定都变得艰难。再加上怨魂用他身体做的各种隐蔽小动作带来的干扰， X 先生虽然有着众多的非凡能力和不错的神奇物品，但也不可避免的一步步滑向了成为密友的深渊。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以慢动作的姿态走向死亡，完全无能为力。直到此时，他才深刻认识到密友大师加怨魂是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无解。所有人的注视下，狩猎在无声无息进行着。随着克莱恩掌控的加深， X 先生的动作越来越僵硬和滞涩。不过有怨魂附身弥补的情况下，别人根本看不出问题。准确来说， X 先生的行为已不再源于呆滞生锈的他，而是怨魂塞尼奥尔。这让他连绝望的目光都无法呈现。各种交易或成功或失败或争执或讨论中，5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克莱恩距离将 X 先生杀死，变成自己的傀儡，只差最后一步。然而他办不到，因为他密友大师的魔药还没怎么消化，目前只能控制一个傀儡。要想将 X 先生转化，必须放弃怨魂塞尼奥尔，而一旦放弃，这位早已死去的血之上将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被人发现，带来极大的麻烦。同样的，克莱恩如果不放弃怨魂密友，趁 X 先生已没有反抗能力的机会，直接将他击杀，也得考虑可能存在于暗处的极光会圣者，这就是他计划里的第2个任务难点。悄无声息控制住 X 先生，剥夺他的反抗能力，以密友大师加怨魂的组合来说，并不难，怎么完成击杀也不难。现在这种状态的 X 先生，克莱恩即使用空气子弹也能轻松解决他。事情难的是做出这样的行为后，怎么安全离开这里，而这需要足够的耐心。时间在克莱恩看似平静实则紧绷的精神状态下，平缓的流淌着。他假装这里出现的事物自己都不感兴趣，完全没有发言。终于，聚会到了尾声， X 先生毫无异常的低沉说道。结束他的言语很是简洁，和上次的收尾一模一样。这是修对福尔斯描述过的内容。一位位聚会成员相继起身，克莱恩混在里面，毫不起眼。与此同时，他将手伸入暗袋，凭感觉翻开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第47章一枪。莱曼诺旅行笔记的3种纸张从手感上来讲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只能记录序列7、序列8和序列9的白纸表面平滑，薄薄一层，
对应序列6和序列5的黄褐色羊皮纸仿佛削制过的皮革，柔韧性极强，能记录神性的那3页焦黄纸张则厚实有质感，它们让人无需眼睛打量，仅靠快速的触碰就能做出最有效的分辨。克莱恩的手指迅速就找到了很厚实很有质感的那3页纸张，轻巧捏住了中间那页。虽然暗袋不够大，让他无法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完全打开，但魔术师福尔斯自己动手进行过改制的戴兜帽长袍依旧提供了不错的空间，让那本8张大小的魔法书能展开到90度的样子。克莱恩一边用手掌撑住不让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合拢，一边用手指划过了对应那页的表面，只觉上面有轻微的凹凸感，让充满神秘和古老味道的奇异花纹和符号们借助触觉直接呈现在了他的脑海内，灵性随之灌注。这一页焦黄纸张上记录的是风暴途径的半神能力龙卷风，克莱恩要以此制造混乱，干扰可能藏于暗中的极光会胜者，趁机杀掉 X 先生，并借风逃离这里。除了这个目的，混乱还能有效的掩盖痕迹，让聚会成员们失散并狼狈逃走，而在各自身份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么做的他们都将变得有嫌疑，使极光会很难查到修身上。思绪转动间，克莱恩目光锁定了一个位置，左手缓慢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抽了出来。与此同时 X 先生2步迈到了他的旁边，和他处在了同一个方向，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紧接着，呜的声音一下爆开，肉眼可见的恐怖飓风盘旋着缠绕着出现在了克莱恩灵性指定的地方。房间内的桌子、茶几、沙发、高背椅随之飞起，狂暴的龙卷风将墙壁撑裂，将屋顶带走，向着巷子口席卷而去。那些参加聚会的成员们，有的处在风源，被直接抛向了远处，有的在风压的推动下跌跌撞撞往前奔向别的地方。如果不是克莱恩有意控制了龙卷风产生的时间点和行进的方向，不仅 X 先生所在的陈旧房屋会被毁掉，周围的一排公寓建筑同样难以幸免，而那些聚会成员们将被直接卷入风中，是死是活全看运气。呜的声音很快变得激荡，直窜天空的龙卷风就像一个恐怖的巨人，蹒跚着走向巷子口，走向街道位置，所过之处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一点事物残留。克莱恩同样也被吹飞了，他和怨魂附身的 X 先生一块被抛向了另一条街道。这个过程里，因为双方刚才所站位置接近，且怨魂可以浮空，可以在龙卷风的边缘一定程度上掌控目标的身体，所以克莱恩和 X 先生的距离始终保持在5米内。对灵体之线的操纵一直没有停止，身在半空，耳畔风声呼啸的克莱恩右手猛地往胸前一扯，撕破戴兜帽长袍的表面，探入腋下，抽出了桑中左轮。虽然以 X 先生目前的状态，用空气子弹也能解决掉他，但克莱恩还是决定谨慎一点，害怕对方的神奇物品有什么被动效果。就像血之上将塞尼奥尔那条项链一样，狩猎务求竭尽全力。随着克莱恩动作激烈的拔枪，他对灵性之线的操纵受到了明显影响。若非 X 先生已接近被完全控制的状态，仅是这一下就能恢复基本的清醒。不过就算如此， X 先生的思绪也不再那么凝固，活跃了一点。他试图挣扎，可短暂之间，附身的怨魂塞尼奥尔再次让他的所有努力都变得僵硬，变得自相矛盾。然后 X 先生瞳孔里浮现出了横身下落的敌人，浮现出了半张瘦削脸庞和对应的深刻线条。他的视线里，对方冷酷地搬动了击锤，用黑沉沉的枪口瞄准了自己。砰！克莱恩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而枪声的轰鸣被风给吞没了。X 先生的脑袋猛地后仰，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在了脸上。他的头部，他的黄铜面具，在这一刻分裂成了无数碎片，带着红白液体，向着四面八方飞散。一枪致命，丧钟为他而鸣。扑通！打出那一枪后，克莱恩背部着地，摔在了街道地面上。扑通 ！X 先生落到了旁边，飞散在半空的血污和碎片们则诡异倒流，汇聚于他的脖子处，拼凑出了一个布满裂纹和缝隙的脑袋。这是怨魂的能力。此时，失去维持的龙卷风开始崩散，而刚才那巨大的动静，毫无疑问让远处的半神们有所察觉。圣风大教堂内，新任贝克兰德大主教深蓝主祭雷达尔瓦伦丁一下就从房间内飞了出来，浮到高空，跌倒在地的克莱恩见风压已弱，
一手抓着桑中佐伦，一手拿着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就要将后者翻到黄褐色羊皮纸部分的第一页。拿到这本魔法书之后，他才发现上面原本就存在的几页记录里有旅行家之门。克莱恩最初以为是巧合，可仔细思考后又认为这是必然，因为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属于亚伯拉罕这个古老的家族，他们掌握着学徒这条途径和不少对应的神奇物品，有资源也有意愿记录下旅行家的能力，毕竟这非常有用。这一刻，只要旅行家之门成型，克莱恩就能带着怨魂塞尼奥尔附身的 X 先生尸体从容离去。他刚才在屋内之所以不用，是因为可能存在的极光会圣者未受干扰，有机会发现并打断，而且 X 先生是旅行家，有一定概率能利用传送之门摆脱困境。在他彻底死掉前，克莱恩不想冒险尝试。就在这时，克莱恩眼前一暗，发觉周围街道充满了又漆黑又诡异的无形液体，它们流淌着涌了过来，并快速凝聚，形成了坚固的牢笼。这样的黑暗中，一道道影子活了过来，冰冷的目光全部落到了他身上。半神级的力量，极光会果然有圣者在附近，没法直接传送。克莱恩心中一紧，冷静地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翻到了焦黄之页。一道道银白的蟒蛇凭空跃出，彼此纠缠着在黑暗里肆虐，照亮了一切。闪电风暴，那凝固了的漆黑一下破碎，而克莱恩则早就没有任何迟疑的将握着桑中左轮的右手塞入暗袋里，捏住了那枚布满烧灼痕迹的暗青色石头。门，他语气异常平静的用古赫密斯语念道。浅蓝色的光辉迸发，克莱恩的身影迅速变得模糊，连带靠拢过来抓住他肩膀的 X 先生尸体也有了同样的变化。两道身影瞬间透明无形，消失在原地，于颜色鲜明而重叠的灵界内快速远去，巧妙脱离。散落着木片、碎石、布条和各种杂物的巷子里，变成了平地的聚会房屋内，布满阴影的地方。有人低哼了一声，该死！这个时候，其他聚会成员已经逃离了这条街道，远处的高空则有音爆传来。正在东区寻找鬼魂的休和福尔斯被突然变亮的天空惊到，忙望向对应的远处，看见了花朵般绽放的银白森林。那扭曲的姿态，那狰狞的感觉，让他们即使隔了很远，也莫名战栗，险些不敢直视。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休低声嘀咕，和福尔斯你看我，我看你，一脸茫然。福尔斯心里其实有点猜测，可又不敢相信，因为这完全超过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在他心里的实力定位。一个没有灯火的巷子内，克莱恩带着 X 先生的尸体凭空浮现，落到了地面。他没有一点慌乱，先将桑中左轮留在暗袋内，然后用右手从胸口位置取出了另一本书《格罗塞尔游记》。啪！克莱恩将这本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书写的游记拍到了 X 先生的脸上，沾了一封面的血污。片刻之后， X 先生的尸体消失不见，只留下戴陈旧三角帽、穿暗红外套的怨魂塞尼奥尔。紧接着，克莱恩收起格罗塞尔游记，翻开莱曼诺的旅行笔记，让另一张焦黄纸页正面朝上。忽然间，明亮的光芒从书册上迸发，一位有12对羽翼的虚幻天使冉冉飞起，落到了克莱恩身上。这一切转瞬即逝，巷子内又恢复了黑沉，只有暗淡的月光无声照耀。克莱恩随即拿出另一个金属小瓶，将里面存储的血液倒出，均匀涂抹到了莱曼诺旅行笔记的封皮上。做完这一切，他收好别的物品，扯掉戴兜帽的长袍，随手往旁边一抖，赤红的火光一下腾起，将那件破烂的衣物烧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克莱恩无声无息长了10厘米，外表变得相当普通。然后他根据天空的星辰分辨好方向，拾起一根掉落的树枝帮忙，很快就穿过黑暗堕落的几条街道，回到了之前那家廉价旅馆。直到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多了什么弱点。廉价旅馆的单人房内，克莱恩换上了自己的衣物，变回了格尔曼斯帕罗。望着镜中脸庞消瘦、气质冷酷的疯狂冒险家，他沉默了几秒，拿起半高丝绸礼帽戴至头顶，变成了平地的房屋上空没能抓到老鼠的风暴教会枢机主教贝克兰德教区大主教深蓝主祭雷达尔瓦伦丁沉默地望着下方，久久无言。伯克伦德街160号，管家瓦尔特略显诧异地看着门外的访客道：主教，您突然过来，有什么事情吗？埃莱克特拉主教呵呵笑道：听说道恩生病了，
我来看望他，也许在女神的庇佑下，他会很快康复。第48章抽取。瓦尔特来到3楼，屈起手指，敲响了主卧室的房门。谁？道恩唐泰斯有点虚弱和低哑的声音传了出来。瓦尔特拧动把手，将房门推出了一道缝隙。先生，埃莱克特拉主教来看望您。您是去客厅或者起居室见他，还是直接请他到卧室？正常来说，访客是不被允许进入主人卧室的，这是相当失礼的行为，但探病除外。短暂的静默后，道恩唐泰斯回应道：“请他来卧室吧。”好的，先生。瓦尔特一边示意理查德森去催促女仆准备茶水，一边走向下层，引黑夜教会的主教埃莱克特拉上楼。很快，埃莱克特拉就进入了卧室，看见道恩唐泰斯靠躺在床上，略显憔悴。理查德森，给主教一张椅子。道恩唐泰斯脸色略微发白的笑道。理查德森早已做好准备，当即搬了张高背椅到距离卧床不远的地方。埃莱克特拉则上前几步，观察了下新来富翁的脸庞，关切问道：“道恩，感觉怎么样？有请内科医生来吗？”他的灵感未有触动，所以没做别的尝试，这仅是关心虔诚信徒的正常探病行为。道恩唐泰斯轻咳2声，露出笑容道：“其实已经快好了。我想明天或者后天就能继续去教堂，聆听您的布道，这样就好。我还想着要不要帮你向女神祈求庇佑。”埃莱克特拉笑了一声，侧退一步，坐到了理查德森搬来的座椅上。这时，道恩唐泰斯看了眼主教先生，呵呵笑道：“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女神教会的神职人员能否结婚？”还差2岁满40的埃莱克特拉叹息笑道：“这个问题其实也困扰了我们很久。在古代的多次神学会议上，大主教们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一边认为侍奉女神的仆人必须保持圣洁，无论男女，否则就是对神的亵渎；一边从夜之启示录等典籍里找出了女神的话语，相信女神在鼓励婚姻，鼓励两性之间平等而正常的交往，神职人员应该成为榜样，而不是反例，这才是对女神最大的尊重。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基本被搁置，教会既不禁止也不鼓励，唯一的要求是结婚后的神职人员不能让家属居住在教堂内。道恩唐泰斯听得缓缓点头，嘴角微翘道：“主教，你有妻子吗？”脸庞清瘦，长相不算好看，却让人莫名感觉顺眼的埃莱克特拉主教叹了口气，难掩笑容道：“2年前，我在女神的见证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今年刚好有了个孩子。我原本是想始终保持单身以侍奉女神的，结果……”说着说着，他自嘲一笑，摇了下头。不等道恩唐泰斯深入这个话题，埃莱克特拉主教反问道：“你好像也是单身，这是在考虑婚姻问题了？”他似乎默认了道恩唐泰斯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直接将上面问题的答案视为确定，转而询问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士？也许我能帮你介绍合适的人选。”道恩唐泰斯又轻咳了一声，笑着说道：“过去为了积攒财富，我总是选择冒险，所以不愿意结婚，害怕拖累了对方。我喜欢的类型很多，并不挑剔。比我年长一些，能给我温暖，让我安心的女性，我喜欢。”他话音未落，旁边的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表情突然愣住，旋即侧头望向旁边，接着不自在地低下了脑袋，脸庞莫名有种火辣辣的疼痛感。道恩唐泰斯恍然未觉，继续说道：“比我小很多，纯真活泼，让人看到她就像看到清晨，不自觉充满朝气的女性，我也喜欢。”埃莱克特拉主教脸上的笑容忽然凝固，他抬起手掌握成拳头抵住嘴巴，咳嗽了2声。道恩唐泰斯没有停止，摇了下头，叹息笑道：“曾经有过一场爱情或者婚姻，因为身份地位让人不敢靠近，只能远看的女士，我也喜欢。她们充满魅力，一举一动都让人迷醉，难以克制，总是梦到。”侍立在附近的管家瓦尔特身体突地颤抖了一下，似乎刚经历了一场不愿意醒来却极为抗拒，难以分辨清楚是好是坏的迷梦。道恩唐泰斯还要往下讲述，可嘴巴张开后却没有发出声音。他旋即低笑了一声道：“这都很正常，人类受到身体的限制，在各方面感官的影响下，总是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想法，只要能克制住他们，依循自身的意志做事，且不觉得煎熬，那就依然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男人。很有道理。我们愤怒的时候，总会有不理智的想法，
但很少有人将他们变成现实。埃莱克特拉主教巧妙地岔开了话题，管家瓦尔特和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相继露出思考的表情。主教没有过多停留，喝了几口女仆送来的侯爵红茶后，就起身告辞，离开了道恩唐泰斯的府邸。房间内很快变得安静，阳台的窗户悄无声息被打开，变回了道恩唐泰斯模样的克莱恩轻巧地跃了进来。幸亏我回来的及时，要是让魔镜阿罗德斯这么聊下去，埃莱克特拉主教就要不认我这个虔诚信徒了，说不定明天早上还能发现瓦尔特和理查德森自己吊死在了房间内，而整个街区都在流传道恩唐泰斯是个色情狂的事情。克莱恩看了眼床上的假道恩真魔镜，无声叹了口气，刚才后半段的话语都是他亲自拟定答案，让阿罗德斯照着念的。当然，这是他做的最坏猜想，他相信阿罗德斯应该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种程度。恭迎您回来，我伟大的主人。床上的道恩唐泰斯行礼问候道，您谦卑的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做的还好吧？听见魔镜结结巴巴的询问，克莱恩又叹了口气道，还可以，伪装的不错，不过聊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刺激别人，我会注意的。假道恩唐泰斯的形象迅速消失，枕头上露出了一面不大的镜子，镜子之上银白光芒旋即迸发，蠕动着凝成了一个个单词。感谢您的肯定，我会始终追随您的脚步，期待着为您效劳的下一次机会。一个简笔画的再见表情后，镜面恢复了正常。克莱恩靠拢过去，将镜子收好，然后进入主卧附属的盥洗室内，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他要抢在 X 先生灵体彻底消散前完成放牧。书中世界内，积雪的山峰上，一处洞窟内，克莱恩看着地上的 X 先生尸体，仔细辨认了下对方由碎片拼起来的脑袋，并与记忆里魔术师小姐提供的目标画像进行比较。是他，希望这次能获得旅行盒记录，有他们之一，这次行动就赚了。如果没有，得考虑让魔术师小姐加钱。狩猎一个序列物和面对一位半神是难度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克莱恩一边想着，一边伸出左掌，张开五指，对准灵性还未完全散去的尸体。蠕动的饥饿迅速变回了原本的样子，仿佛由薄薄的人皮制成，掌心位置则裂出了2只眼睛，瞳孔鲜红，仿佛血染。寒意禁骨的阴风里， X 先生消散了不少的灵体和璀璨相连如同银河的非凡光点相继钻入了蠕动的饥饿内，固定在了那根空白的手指上。蠕动的饥饿先是变得透明，仿佛灵界的倒影，接着就恢复了正常。克莱恩闭目感应了一下，眉头渐渐舒展，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他这次运气相当不错，抽到了最想要的非凡能力之一——旅行家之门。这可以简称为传送之门，传送或旅行。它的作用是让人进行能感应到外界、能自我定位的灵界穿梭。不同序列的非凡者因本身灵体的强度不同，能承受的传送时间不同，灵界穿梭的效果和距离也明显不同。如果只有序列9、序列8，那不超过贝克兰德范围。以我现在的层次，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去倒吊人先生提供的那个原始岛屿。实在不行，可以分成2次、3次。克莱恩笑着想到。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旅行家正面战斗的实力真的很强，因为短距离旅行使用的难度仅和火焰跳跃等同。这也就意味着旅行家可以一直绕着目标闪现，能远也能近，让人防不胜防又无法攻击到他。再加上记录好的各种能力和一件不对立刻远离的警惕，克莱恩怀疑自己就算有闪电风暴和龙卷风，正面战斗也未必能留下旅行家。果然，密偶大师樱井亮在幕后。克莱恩一边感慨，一边将目光重新投向了 X 先生的尸体。蠕动的饥饿刚才还有获得一个非凡能力，是学徒序列的开门，这近乎等同弱化了很多的旅行，没什么价值。视线移动间，克莱恩的眼眸内映照出了 X 先生手上戴着的那枚镶嵌红宝石的戒指。第49章负面效果。凝望了 X 先生的尸体一阵，克莱恩忍住亲自搜刮战利品的冲动，让站在旁边的怨魂塞尼奥尔上前2步，取下了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这样一来，即使 X 先生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难以想象的负面作用，也将是密友承担，不会影响到克莱恩自己。经过认真的检查，塞尼奥尔拿着红宝石戒指、48磅纸币和一个塞满烟草的普通烟斗退了回来。只有这点，极光会一位神使只有这么点东西？克莱恩颇感惊讶地望着这一幕，险些骂上一句穷鬼。
很快，他恢复了平静，用理智说服自己这样的情况非常合理。X 先生是旅行家，可以记录别人的非凡能力，属于相当全面的类型。这样的强者，就算有别的神奇物品，也肯定倾向于在平时做好记录，不随身携带。如此一来，他既可以享受能力多样、长短互补的优点，又能规避掉相应的负面效果，免得自己把自己坑死。从这个思路出发，这枚戒指大概率有被动或触发的作用。想到这里，克莱恩轻轻点头，让怨魂塞尼奥尔提起 X 先生破碎众年的脑袋，附在自己身上，跟随返回了灰雾之上。坐至愚者的位置后，他不再畏惧什么，直接拿过那枚镶嵌红宝石的金戒指，用占卜的方法确认起这件神奇物品的实际效果。名字是血之花，它能让佩戴者更深层次的掌握住自身血肉，只要不直接死亡，不被彻底净化，从而失去掌控能力，就能蠕动复原。这相当于给了一个本能，属于被动效果。看来我之前决定用丧钟给予致命一击是对的。如果不竭力全力，那 X 先生很可能不会真正死去，并能借助那极致的疼痛唤醒自己，摆脱密友大师的控制。他也是考虑到了本身更偏施法者，肉体不够强大这个缺点啊。这枚戒指还有相应的一些血肉魔法，算是相当实用了。克莱恩一手拿着红宝石戒指，一手轻敲斑驳长桌边缘，无声自语道。他旋即探寻起血之花戒指的负面效果。几十秒后，克莱恩豁然睁开眼睛，脱离了梦境。这会不会太坑了？他表情隐有点扭曲的低语道。借助刚才的梦境占卜，他解读出了血之花戒指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随机的、没有规律的让佩戴者放弃思考，丢失理智。很好，这很真实造物主。克莱恩忍不住咬牙想到，没有规律，时间随机的出现负面效果，就意味着血之花戒指根本没办法被利用。回想之前的场景，克莱恩又好气又好笑的自语道。X 先生竟然敢佩戴这样一枚戒指，也是，反正转性真实造物主后，也会经常没有思考能力，既然如此，再戴枚戒指，也不会变得更差。丢失理智不是丢失理性，不至于突然暴起伤人，但会显得很呆板、很愚蠢。靠本能行动，克莱恩吐了口气，决定将血之花戒指丢到杂物堆里，不让自己心烦。在他看来，这破烂玩意不仅没法自己用，想卖也卖不出去，除非找极光会的人回收，但那会让真实造物主非常高兴。就在这时，他眼角余光扫过了站在旁边的血之上将塞尼奥尔。克莱恩心中一动，双掌一拍道：我刚才怎么没想到？我是不能用，但我可以让我的密友用啊，反正他已经死掉，一切听从指挥，不需要思考能力。血之上将，血之花，注定是一对啊。塞尼奥尔虽然因死亡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能力，但我可以提供。这样一来，就算他来不及怨魂化，活尸的身体强度也不够，被人打得缺胳膊少腿，也能重新按上。当然，对密友来说，这并不重要，不影响本质，主要目的是额外获得些血肉魔法。几秒之后，心情愉悦的克莱恩让戴陈旧三角帽、穿暗红外套的塞尼奥尔拿起放在桌面的红宝石戒指，戴在了左手食指上。做完这件事情，克莱恩让怨魂回到金币内，自己抬起左掌，张开了五指。他要释放蠕动的饥饿内那个审讯者，这是很早前的承诺。而他拿到蠕动的饥饿时，那里被放牧的灵体只剩下这最后一位还未得到解脱了。一阵不太明显的阴冷之风中，青铜长桌侧方出现了道模糊透明的魂体。他是一位身穿海军中校服的男子，30来岁，棕色络腮胡，满脸痛苦和迷茫。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死在麒麟格斯手上？克莱恩低沉问道。那男子恍惚了一下道：我叫安迪海顿，恩马特号的二副，死于一场海战。不，我没有当场死去，我被一个福萨克人抓到了，然后就进入了你那只手套里。我不认识麒麟格斯，甚至没听说过他麒麟格斯拿到蠕动的饥饿石。这位审讯者就在手套里面，因为精神刺穿太过好用，他一直没有进行更替。不知道蠕动的饥饿上位主人是谁？克莱恩颇感兴趣的问道。抓住你的那个福萨克人是谁？长什么样子？安迪海顿认真想了想道。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的肩章是上校，记得他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鼻子，记得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偏金的黄色，身高接近2米。
这样的人在福萨克很常见啊。除了上校这个身份，克莱恩思索了下道：你是哪一年死去的？安迪海顿的身影渐渐无法维持，开始消散，最终只留下了一句话语：1338年，12年前。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出名不超过10年。那位上校说不定已经成为福萨克帝国的将军。克莱恩轻轻点头，发现自己竟没来得及问安迪海顿有什么遗愿。算了，让他得到解脱就已经是好人好事了。克莱恩很快就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海。巨献出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请转告魔术师小姐 X 先生路易斯维恩已经死亡，请他接收信物和那本魔法书。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会再次向他索取。福尔斯眼前是无垠的挥舞，耳畔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不含一点感情的话语，心里虽然对这个消息早有一定的准备，但依旧觉得难以想象，不敢接受。他真的成功了，东区那场雷暴是他制造的。福尔斯按捺住内心的波动，趁着夜深人静，在自己卧室内布置起了祈求赐予的仪式。没过多久，烛火和灵性材料形成的虚幻大门打开，两件物品飞了出来，轻巧落至桌面。福尔斯仔细一看，差点发出尖叫，忙捂住嘴巴，向后退了2步，贴近了灵性之墙。那2件物品之一是他的莱曼诺旅行笔记，另外一件则是个布满裂纹和缝隙的狰狞脑袋。它粘有血污，仿佛由一块块碎片拼成，隐约闪烁着玻璃反射般的光芒。作为一名医学院毕业生，作为一位在知名诊所工作过的医生，福尔斯见过的尸体并不少，但没有一个有眼前脑袋那么恶心、诡异和恐怖。平复了下心情，福尔斯重新望向那个脑袋，辨认出对方确实是路易斯韦恩。他先谨慎地用占星的办法做了最终的确认，接着才脸庞微有抽动的无声自语道：世界先生把目标的脑袋击碎，然后又一块块的拼好。此时福尔斯脑袋内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个画面，冷酷的格尔曼斯帕罗坐在桌前，将满是血污的脑袋碎片一块一块拿起，认真做着拼图。这让福尔斯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莫名觉得世界是个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疯狂杀手。移动视线，上前2步，他拿起来曼诺的旅行笔记，随意翻了一下。他的目光渐渐凝固，因为魔法书内多了许多内容，疑似与风和闪电有关。这让他又一次联想起了东区那一闪而逝的雷暴，确信那就是世界先生造成的。福尔斯忙将莱曼诺的旅行笔记翻到了焦黄那3页，发现上面一片空白。他顿时有了点猜测，认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应该有借助愚者先生的帮助，记录了半神级的非凡能力。我今天才发现，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和资源，可以请塔罗会各位成员帮我记录不同的非凡能力，这样一来，莱曼诺的旅行笔记将会变得非常强大。可是我没钱没资源。这次可以向老师申请奖励，就说我为了帮他报仇，付出了不少事物。福尔斯想了想，先感谢了愚者先生，然后请他转告世界。我很愧疚，我的报酬和任务的难度并不等价，等我拿到奖励，会再做一定的补偿。祷告完毕，福尔斯结束仪式，忙碌着将那个脑袋藏了起来。如果贝修发现，他肯定会想象出一个恐怖故事。做完所有事情的福尔斯拍了下手，悠然想到。福尔斯回应时，克莱恩已回到了现实世界，仅能听到模糊的女声。可就算这样，他也难以遏制的感觉害怕和畏惧，因为桑中佐伦这次带来的弱点是怕女人。第50章周六晚上。周六清晨，身穿睡衣的克莱恩揉着脑袋，翻身起床。他昨晚一直没有睡好，因为做梦时难免会有不同的女性形象混乱出现，于是惨遭吓醒，必须花费好几分钟来平复情绪，重新再睡。还好弱点只能维持6个小时，而深夜可以不用出门，不用面对女仆。克莱恩叹息着拉了下床边的绳索，侍立于门外的理查德森当即拿着雇主今天需要穿的衣物走了进来。也不知道阿罗德斯说了什么，理查德森面对我的时候愈发躲躲闪闪，被说中了喜欢的女性类型，而那又和社会风俗有点矛盾。克莱恩赶回来时，只来得及听见魔镜看似描述自己，实则精准戳中管家瓦尔特心灵的话语，对前面的事情并不了然。他之后也未用梦境占卜的办法去获得相应的信息，因为他觉得没这个必要，反正以理查德森的性格而言，他不管喜欢谁都没那个胆量行动，不会造成额外的影响。换好衣物，克莱恩下至2楼，走向了餐厅，
瓦尔特照例戴着白手套，立在门口等候。看见道恩·唐泰斯过来，他上前一步，恭敬行礼道：“早上好，先生，您今天有2堂家教课，晚上要去波特兰莫蒙特先生家参加宴会。波特兰莫蒙特住在伯克伦德街100号，是贝克兰德大学工程系的正教授，鲁恩王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因为发现了几种合金材料，得到过机械之光奖，是科学界仅次于图兰尼·冯·赫尔莫修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的那几种合金材料在船舶制造、蒸汽机开发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仅是专利收益就让他变成了身价几十万镑的富豪。”听到瓦尔特的话语，克莱恩随意瞄了对方一眼，发现这位管家先生眼圈有些发黑，眼袋较为浮肿，与往常截然不同，似乎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如果没有无面人的能力，道恩·唐泰斯恐怕也是这样的形象。克莱恩同情地收回目光，没有多说什么，一边轻轻点头回应管家瓦尔特的问好，一边进入了餐厅。坦白的讲，他其实相当佩服对方，时常面对一位魔女，竟然只是忍不住产生些幻想，于夜深人静时做个包含目标的香艳之梦，没有控制不住的想要靠近，祈求欢愉。要知道，一位魔女，尤其正经历或已经经历过欢愉这个阶段的魔女，对雄性生物的魅惑力远远超过了简单的非凡效果层次，一举一动间的风情都会让靠近的男性身不由己的一点点沉醉和迷恋，相当于从服侍大马慢慢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直至完全没法摆脱魔女给的欢愉，这恐怕只有天生喜欢同性的男人才能有效抵抗。当然，克莱恩怀疑喜欢同性的男人也不能完全免疫，因为精神和激素两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产生原本不会有的变化，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魔女原本是男人，这会让抗拒的心理降低。正因为如此，哪怕自身已经是序列5的非凡者，面对特丽斯和特雷茜这些魔女时，克莱恩也得时刻保持高度紧绷的状态，害怕一不小心就被魅惑。他都这样，更别说管家瓦尔特这个一般人，这不是能以自身意志转移的问题。虽然特丽斯因为埃德萨克王子的死亡或者本身的晋升，明显收敛了自己的魅惑力，但瓦尔特只是一个普通人，就算不是普通人，也顶多序列9、序列8，他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住目前这样的状态，足以说明他自制力极强，很忠诚于埃德萨克王子，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克莱恩一边感叹，一边坐了下来。今天的早餐是他喜欢的迪西馅饼，那渗透出来的油汪汪感觉让他唾沫飞快分泌。夜晚的大海深蓝近黑，染着淡淡的绯红，比白天多了几分从容与安静。幽兰复仇者号正随着波浪轻轻起伏，如同一道鬼魅的影子往红月所在的位置航行。阿尔杰威尔逊立在船头，眺望着远处的海浪，表面沉稳如常，内心却有着难以遏制的激动。前方那片海域就是苏尼亚岛正北方的深渊漩涡，它因时常出现毫无征兆的危险漩涡而得名，是所有船只都不愿意进入的危险地带。述职完毕离开帕苏岛后，阿尔杰就指挥幽兰复仇者号一路向北，绕过苏尼亚岛，直奔这里。途中，他们只进港做过一次补给，没浪费任何时间。至于来北方会不会被怀疑这件事情，阿尔杰并不担心，因为风暴教会乐见手下的船长们前往苏尼亚海北面和迷雾海，以获得福萨克帝国、英蒂斯王国、永恒烈阳教会和战神教会的情报。回头望了眼船舱，阿尔杰走到甲板边缘，取出了一枚白锡制成的符咒，握于掌心，低念出咒文。风暴，青蓝色的火焰一下腾起，吞没了那片符咒。阿尔杰豁然觉得自己和下方海洋中的鱼类有了莫名的联系。这一刻，双方竟然可以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那片白锡符咒是阿尔杰在帕苏岛上获得的补给之一，可以让他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海底生物的亲近，并与对方进行粗浅的精神交流。念头交错间，阿尔杰没能得到想要的情报，只能等幽兰复仇者号更靠近深渊漩涡后做第二次尝试。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失败了近100次的阿尔杰终于从一条纺锤般的鱼类生物那里知道了奥布尼斯海怪最常出没的地方。如果预先不知道目标就在深渊漩涡附近，我肯定早就放弃了。靠排查是很难掌握这方面情报的。阿尔杰总结了一句，摸了摸衣物口袋，他已经将海洋生物亲近符咒用的差不多了，只剩最后5片，回去得补一批，不能被人发现。听说罗斯德群岛的反抗军那里有不少，呵呵。阿尔杰一边想着，一边让幽兰复仇者号转向，
前往刚才获知的地点。1个多小时过去，幽兰复仇者号停了下来，阿尔杰随之拿出了一个密封的金属罐，这是他又一次花费130磅从月亮那里购买来的血族麻醉气体。对于效果，他没有任何疑问，因为他之前已经用过一罐。而由于幽兰复仇者号是幽灵船，所以夜里值守的人并不需要太多，每晚只有一个，负责看住船只，防止他故意制造问题或驶向危险海域。作为船长，阿尔杰能一点也不留痕迹的将自己安排在今晚值守。准备妥当的他来到了水手们的门外，抽出金属管，打开密封罐，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释放了过去，连堆放杂物的仓库都没有放过，以免有的船员半夜不睡觉躲起来玩牌。做完这一切，没急着调配魔药的阿尔杰带上材料，换好鲨鱼皮制成的水下服装，从船舷右侧跃了下去，为激起什么水花。昏沉暗淡的水下，阿尔杰的眼睛逐渐深蓝，将周围看得清清楚楚。他舒畅地呼吸着水里的空气，不断下潜，来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海。然后他再次使用海底生物清净符咒，与周围奇形怪状的鱼类交流。依靠好心鱼的指点，阿尔杰分辨方向，且游且问，终于抵达了一个状似海底火山的地方。那些鱼类生物其实并不知道奥布尼斯海怪住在这里，他们只清楚不少同类和部分深海顶级狩猎者都消失在了附近。阿尔杰借助本身的非凡能力，远远望了过去，看见那座海底火山上有个巨大的黑黝黝的洞穴，一根根比南大陆原始丛林内蟒蛇还要粗大的触手从中飘荡了出来，轻轻晃动。那硕大的吸盘，那布满花纹的皮肤，那几倍于幽兰复仇者号的洞穴，都让阿尔杰莫名畏惧，不敢靠近。一只奥布尼斯海怪至少相当于强力的序列5了吧，而且有着非常恐怖的身体。可以确定是目标。阿尔杰小心翼翼游了过去，停在危险距离之外，与仔细辨认后，又一次使用了海底生物清净符咒。接着，他让灵性穿透海水，蔓延入洞穴，试图与那收敛蜷缩着的强大精神沟通。那团巨型的精神慢慢舒展，无数混乱的念头随之迸发。他愣了一下，精神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吼！可怕的声音里，那洞窟内产生了一个夸张的漩涡，周围的海水、杂物连同阿尔杰一起，豁然被吸了过去。充满敌意，阿尔杰眸光一缩，身体陡的变滑，被无形之风推动着往反方向逃离。他连用了几个非凡能力，终于摆脱了漩涡的影响，在不敢停留于海底火山附近，快速上浮，拉开了距离。几十秒后，终于逃离危险区域的阿尔杰吐出水泡，舒了口气。那只奥布尼斯竟然能抗拒海洋生物清净符咒的影响，他憎恨着有主气息的事物。短暂的沉吟后，见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不想浪费机会的阿尔杰下定了决心，在海水中用精灵语祈祷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